这个女孩是个巫女，非常莽撞，还总是不小心磕伤自己。看到父亲，她高兴地扑过去，然后啪叽摔在了地上。她在冥想打坐时候又看见了光，但是却怎么也抓不住。她的母亲也是巫女，也曾在梦境和现实的间隙中窥探到过神谕。她见到的那束光，也许预示着某个未来，能够帮助她的父亲完成狩猎的使命。父亲提醒她，时间要来不及了。小叶匆匆地换好校服，来到神社山下的咖啡店吃早餐。小叶非常喜欢自己的父亲，希望能多帮上父亲一点，但自己总是太莽撞。年轻的店主倒是觉得他已经很努力了。吃完饭之后，小叶心情很好的唱着歌前往学校。今天总算是赶在铃响之前到达了教室。小叶非常热心，总会因为在路上帮助迷路的孩子和有困难的婆婆迟到。今天也是因为收拾路上的垃圾差点迟到。同桌优花觉得小叶实在太老好人了，可不行。班里的双胞胎姐妹花也跟着吐槽，比小叶迟到还要嚣张的帅哥时针推门而入。美丽性感的班主任也来到教室点名上课。小叶的运动神经很发达，总是能在体育课上大出风头，但他从不参加学校的运动会，因为父亲有神职在身，非常繁忙，母亲更是在他小学的时候就去世了。父女俩都不会做饭，一直是咖啡店的店主文人先生帮他准备的便当。放学的时候，班长邀请小叶一起回家，还可以顺路去蛋糕店吃蛋糕，但是被小叶用明天还有祭祀为由拒绝了，然后就急匆匆离开了学校。回家的路上，看见路边蹲着一只可爱的小狗，小叶少女心狂跳了半天，但最终还是狠心撇下小狗，总算是在黄昏时分赶回了神社。等待在门口的父亲脸色非常严肃，小叶就知道他要去狩猎了。正殿里，小叶郑重地从父亲手里接过一把鲜红的太刀。父亲在祭祀前占卜的吉祥八卦中出现了古物的踪迹。深夜，小叶带着刀孤身一人走入林中，只见湖中摆放着一尊形状诡异的地藏石像。小叶拔出刀走入湖中和石像对峙，突然间石像动了，附在水面上不断朝着小叶冲撞而来。小叶正面一刀挥下，将石像砸入水中，然而下一秒石像就再次爬起来，并长出了2条恐怖的螳螂臂。小叶继续挥刀砍下，但石像太过坚硬，根本砍不动。石像一把夹住刀刃，将小叶摁在水中，尖锐的石壁不断地朝小叶的脑袋扎去。小叶在水中奋力地躲闪抵挡，但石像的动作越来越快，小叶很快躲闪不及，被扎住脑袋，无力地挣扎几下后就没了动静。但就在石像伸长了脖子观望的瞬间，死亡的小叶猛地睁开眼，一刀插进了石像的脖子缝隙中，瞬间有鲜血涌出。石像急忙拔出刀扔向远处，对着失去武器的小叶发起猛攻。小叶逐渐难以抵挡，很快就被螳螂臂夹住了脑袋。石像掐着小叶的脑袋不断的左摇右晃，紧跟着又头朝下狠狠砸入水中。小叶在水中总算是挣脱了束缚，再次朝着刀掉落的方向跑去。石像再次弹起拦在面前，小叶潜入水中躲避追捕，奋力之下总算是将刀握在了自己手中，紧接着对着穷追不舍的石像回手一刀，利落的2刀砍断了他的胳膊。小叶的眼睛突然变成了鲜红的树头，他紧握太刀对着石像的脖子一刀刺入，大量的鲜血瞬间喷涌而出，溅了小叶满身都是。石像倒地，将整片湖都染成了红色。小叶一身狼藉地回到家中，父亲已经在门口等候多时了。小叶才发现自己的手在不住地颤抖，父亲温柔地从他手中接过御神刀。今天的狩猎结束了。每到夜晚，这个女孩总会依照父亲的占卜，拿着刀和各种各样的怪物战斗。这次的对手格外难缠，小叶被逼到绝境时，眼睛再次变成了红色，紧跟着一刀挥出，斩下了怪物的半个脑袋。不过他的脸上也被划出了一道伤痕。谁能想到，白天助人为乐的活泼女学生，到了晚上就变成斩妖除魔的巫女了呢？新的一天，小叶依旧心情很好的哼着歌下山上学，因为被文人先生听到了而很不好意思，照例来到咖啡店吃早餐。文人制作了新品甜点，请小叶品尝，是非常奇妙的口感。小叶和他的父亲韦芳先生一样，都非常喜欢吃甜食。不过让小叶苦恼的是，父亲从不和他一起吃甜食。文人觉得对方可能是想保持父亲的威严，带着文人先生送的甜点，小叶继续前往学校。在路上，他又遇到了那只可爱的小狗。这次他鼓起勇气想要摸一摸，但小狗还没等他碰到，就一溜烟跑走了。眼看又要迟到，小叶火急火燎地赶往学校，和朋友们闲聊起了小狗。时针照样在班主任进来的时候踩点进入教室。小叶发现对方总是在偷瞄自己，但自己和他打招呼又不理睬。中午吃饭的时候，喜欢小叶的艺术得知他的便当都是文人先生做的时候产生危机感。文人先生经营着镇上唯一一家咖啡店，是小叶父亲的学弟，总是对他们颇为照顾，艺术这才放下心。大家都知道艺术喜欢小叶这件事，但小叶本人似乎完全不知情。他还在思考文人先生给他的甜品触感像什么，被姐妹花一提醒才想起来，原来触感像是接吻。小叶顿时红了脸。他们镇子很小，人也
也很少，连个能玩的地方都没有。但是小叶非常喜欢这里，见时珍路过，小叶立刻夹着便当里的蛋卷冲了上去。一听时珍没有吃午饭，就执意让他把自己的蛋卷吃了。时珍拗不过小叶，吃了蛋卷，敷衍的来了句不错，但小叶却因为他夸赞了文人先生的手艺，真心实意的高兴起来。时珍摸了摸小叶受伤的脸，希望他以后不要留疤，然后就转身离开了。小叶愣在原地，之前一直抓不住的光突然从脑海中闪过。这次小叶赶在了黄昏之前回家，害羞的因为太开心，他哼的歌也被父亲听到了。小叶跟着父亲来到库房翻书，父亲想要找出的是何人给谷物命名的。谷物自古以来就是强大的噬人之物，而唯一能打倒他们的只有御神刀。小叶的母亲也曾手持御神刀和谷物战斗，但是却被杀害了。小叶发誓自己一定不会输，他要击败谷物，保护父亲和大家。今天的敌人是如同花形的怪物，两人僵持而立。在月亮出现之时，怪物粗壮的藤蔓猛地向小叶站立的方向砸去。小叶从烟雾中冲出，灵活的挥刀将扭曲的藤蔓斩于刀下，结果一个不慎被抽飞，藤蔓的末端瞬间张开血盆大口袭向小叶。怪物折断了整根大树，带着小叶跌入了某个洞穴的湖底。小叶挣扎着从水中爬上岸，他的胳膊出现了深深的伤口。怪物潜伏在石壁之上，花蕊的中心伸出了长满尖牙的口气，慢慢的朝着毫无防备的小叶身后移动而去。而就在他即将偷袭得手之时，小叶猛地回头，将一截石柱插进了怪物的口气之中。趁着怪物挣扎之际，小叶持刀而上，将他大卸8块。天亮之后，他再次回归普通人的生活。父女俩一起来文先生的店里吃饭，这次小叶自己动手做了蛋卷给父亲品尝，父亲也对女儿的手艺表示了赞赏。文人又端出了甜品请小叶吃，小叶照例唱着歌去上学。在路上又遇到了之前那只小狗，这次小叶小心翼翼，总算如愿以偿抱住了小狗，但也因此迟到，被班主任午休的时候拉去收拾实验室。班主任童鸟之前是搞研究的，在成为老师之后就一直在这所学校教书，似乎要通过成为老师来了解某件事情。两人闲聊之时谈起在意的事，小叶觉得自己没常识，害怕给同学们添麻烦。班主任表示他想多了，大家都非常喜欢他，如果有什么心事也可以找自己商量。今天下午没课，姐妹花拉着小叶要出去玩，于是小叶提议大家去文人先生的店里吃蛋糕。小镇非常的悠闲安静，这让姐妹花非常不满，搞事之魂熊熊燃烧。油花吐槽他们像说相声的，姐妹花生气的反驳他们是偶像组合。然而他们说的这些小叶都听不懂，因为他从来没有看过电视，家里也没有任何的电器。小伙伴们都惊呆了，但是小叶却觉得并没有什么不好，毕竟他每天晚上都要去斩妖除魔。咖啡店的蛋糕非常美味，艺术想要和文人请教秘方，为了吸引小叶的注意，他也在学着烹饪。不过小叶根本不开窍，还在苦恼今天的聚会有没有约到时针，这不禁让艺术有些泄气。警察突然登门说镇上面包店店主失踪多日，很有可能是出事了，所以来通知一下他们注意安全。小叶的心中顿时有了不好的预感。送别了同学们之后，小叶回家询问了父亲，果然又是谷物作祟，但这一次却并没有显示在占卜之中。但是今天必定会再次出现。小叶拿着御神刀四处寻找，最终在街道上发现了幽魂一样的店主，跟着店主来到了废弃的车站。不一会儿，一辆列车缓缓从隧道驶入站台，店主走进车厢，随后无数只触手将他紧紧勒住，很快就将一个大活人撕扯成了碎片。紧接着车厢内一阵晃动，车门再次打开，小叶警惕地走过去一看，只见车厢内一片狼藉，列车长扭过头，整个人瞬间融化。紧接着车厢内冒出无数异形，不断袭向小叶。小叶急忙破开车门逃离，紧接着整座列车变成了恐怖的巨型蜗牛，长长的鼻子抡起小叶砸向房顶，小叶吐出一口血，蜗牛复又张开血盆大口压塌房顶，身上伸成无数根触手朝小叶窜去。小叶的眼睛瞬间变成红色，挥舞着长刀将触手尽数斩断，随后迅速跃上蜗牛头部，将刀刃狠狠插入要害之中。蜗牛嘶吼着不断挣扎，小叶毫不动摇地将刀越插越深，喷涌的血液将他整个人都染成了红色。而就在此时，蜗牛突然开口说话了，留下一句要遵守约定之后彻底死亡。小叶要遵守的约定究竟是什么？怪物在被打败之前突然开口说话，让他遵守约定。昨晚的变故让小叶心神不定，将事情告诉父亲之后，父亲只让他不要被怪物所迷惑，依旧是唱着歌上学的一天。但小叶却表现得并不开心，因为父亲最近非常严肃。同学们闲聊的时候又提到了失踪的面包店老板。小叶突然发现之前一直在意的小狗居然跑进了他们学校，他一路追着狗爬上树，结果因为便当袋勾住树枝，一个不稳从树上摔了下来。时针飞扑上去想要接住小叶，结
果差点被砸成重伤。时珍又没带午饭，于是小叶将自己的便当分给了他。便当又是文人先生做的，一听小叶非常喜欢文人先生，时珍就有些食不知味。他追问小叶对文人是怎样的喜欢，温柔又会做饭，还会听他说话，那就是真的喜欢吗？时珍的表情太过严肃，小叶很苦恼，于是去找了文人先生咨询。文人只说小叶是好孩子，又给他端上了咖啡和甜品，光芒又在他脑中一闪而过，紧跟着出现了一些陌生的画面。小叶愣住了，文人温柔地摸了摸他的脸，让他无论发生什么事都要找自己说。晚上的时候，小叶再次出门狩猎谷物，水中捕鱼的渔民突然被鹰怪整只吞进肚子，于是的两只怪物分别朝着逃跑的两人追去。小叶及时出现，用剑鞘击飞怪物，让他们快逃。怪物自水中爬出，朝着小叶喷射唾液，强腐蚀性的液体溅上一点都会将血肉融化。小叶挥刀砍断了其中一只的手臂，没想到他们立刻争抢着将同类的手臂吃得一干二净。3对1的战斗，小叶很快落入了下风，一个不慎就被鹰怪抓住抡圆扔飞了出去。小叶重重砸在岸边，半天回不过神。让他更没想到的是，他救下的两个人根本没有跑远，鹰怪带着小弟直冲两人而去，小叶根本来不及阻拦，鹰怪就已经将其中一人拦腰咬碎，分而食之。强酸在他背上腐蚀出了巨大的伤口，鹰怪掐住小叶的脑袋，狠狠摔在地上。小叶从短暂的昏迷中醒来，踉跄地捡起长刀，再次冲向怪物。然而在小怪的纠缠之下，小叶根本无法靠近鹰怪，救出被他折磨得奄奄一息的人类。好不容易挣脱了小怪，小叶刚刚上前2步，就被鹰怪振翅扇飞了出去。站稳之后一抬头，鹰怪突然不见了，声音从身后传来。小叶转身挥刀，但是鹰怪却用人制作盾牌挡住了刀刃，然后轻松将小叶再次扇飞。和之前遇到的怪物一样，鹰怪同样开口说话，让他的主使鬼灭遵守约定。陌生的回忆再次出现在脑海中，小叶定神握紧了刀，瞳孔再次变成了红色。不要多想，只有战斗是应该做的事。趁鹰怪俯身朝他抓来之时，小叶挥刀砍断了一只爪子，紧接着2刀将小怪分尸，利落地切下了鹰怪的脑袋。战斗结束，但小叶一个人都没能救下。再一次浑身是血的回到神社，小叶突然觉得眼前的一切都变得非常陌生，直到父亲焦急地赶了出来，将今晚发生的事告诉父亲后，小叶疲惫地靠在父亲怀里睡着了。第二天，小叶上学又迟到了，班主任大方的没有追究。今天天气晴朗，肯定又是美好和平的一天。路过昨晚战斗的小土堆，小叶头突然疼痛起来，正巧文人先生路过，将小叶带到了咖啡厅。小叶不想让别人担心，谎称自己没事，但文人摸着他的脸，让他不要说谎。如果小叶藏着不说，才更让他担心。于是小叶只好实话实说，他最近感觉有些混乱，头也有些疼，只有在喝咖啡的时候才能让他心情平静。在文人的安抚下，小叶渐渐陷入了沉睡。晚上是大雾天，谷物再次出现作恶。小叶从镇上一路追到小公园，在浓雾之中屏息等待。一名僧人打扮的女性手持禅杖袭向小叶身后，小叶急忙转身抵挡。谷物开口便问他是否是小叶。雾中的女人身影神出鬼没，小叶根本无法捕捉到对方的动向，很快就陷入了被对方单方面殴打的下风中。女人嘲讽小叶如此弱小，居然就是屠杀他们同胞之人。女人的身影明明在身后，但一眨眼又消失不见了。小叶被一棍子打倒在地，女人高举禅杖对着他的腹部重重一击，随后不断的砸向小叶的脑袋。小叶抓住禅杖，顺势挥刀打入了女人的追帽，没想到帽子之下居然是一只巨大的眼球。眼球再次提到了约定，他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对人类毁约的惩罚。女孩被一群小妖怪攻击，慌不择路的逃进了小公园。小叶出手砍死妖怪救下女孩，女孩却像是看到了什么更可怕的东西，尖叫着跑远了。小叶并不在意，他已经发过誓，无论如何都要从怪物手中保护好大家。刀刃和兵器相撞，小叶同样消失在了雾气之中，想趁其不备发起突击。然而他的一切动作都已经被看穿，眼球再一次狠狠将小叶砸落在地，雾气变得更加浓重。又挨了2顿打之后，小叶的瞳孔变成了红色，他一挥刀就驱散了周围的雾气，面前终于显露出了眼球的身影。只见他的袖中不断释放出浓雾和丝线，丝线的一段连在了小叶刀刃上，这也是他为什么能提前察觉攻击的原因。小叶放下长刀，以手成刀冲向眼球，随后一掌插进了眼球之中。小叶问他到底约定了什么，眼球没有回答，很快就化作一滩血水。小叶一扭头，再次看到了那只小狗，但还没等他做什么，突然就在一阵剧烈的头痛之中晕了过去。第二天是阴雨天，小叶的心情也跟着变得沉重起来。看出了小叶有心事，浮华主动上前询问。
体育课因为下雨改成了自习，姐妹花嚷嚷着要讲鬼故事，班主任也同意了。时珍想要6号被逮了个正着，于是教室里关了灯，开始轮流讲鬼故事。姐妹花觉得模式化的鬼故事不过瘾，就问有没有发生在身边或者镇子上的鬼故事，却没想到班主任说还真有。这个镇上传说自古就住着非人之物，有时外表完全非人，有时以类人的外表出现，但是他们的统一特征就是会吃人。人们想方设法和非人之物对话，但是却什么都没有改变，因为对于他们来说，人类只是食物。于是人类做出了某个决定。然而班主任的话还没说完，一道惊雷炸响，越来越多的陌生回忆突然出现在脑中。小叶再次头痛欲裂，直接在椅子上摔了下去。时珍猛地扑上去接住小叶，在同学们焦急的呼唤声中，小叶又一次失去了意识。醒来之后已经回到了家里。小叶来到仓库翻阅古籍，他总觉得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。屋外突然有人叫他，小叶出门一看，居然是姐妹花中的宁宁。宁宁好奇小叶是怎么分辨出他们俩的。小叶表示虽然长得一样，但是他就能分辨得出来。宁宁来和小叶道歉，都怪自己缠着老师讲镇上的鬼故事才让小叶晕倒的。小叶赶紧解释自己头疼是从很早之前就开始了。宁宁笑着和小叶开玩笑，就算真有什么事发生，也是落在他的头上。结果他的话音刚落，一只巨大的怪物突然从地底钻出，出现在了宁宁的身后。怪物冲着宁宁一拳砸下，小叶抱着宁宁就地一滚，才勉强躲开攻击。怪物蠕动着从腹部吐出恐怖的口气，宁宁哪里见过这个场面，当场吓得拔腿就跑。怪物的眼中似乎也只有宁宁，小叶拼命阻拦无果，只好用自己挡在了怪物面前。怪物锋利的触须狠狠砸进他的后背，小叶强忍的疼痛一把拔出触须，带着宁宁进入房间。然而就在他转身拿刀的功夫，宁宁就已经被怪物咬住了脑袋。惊怒交加之下，小叶的瞳孔瞬间变成红色，长刀和触角同时插向双方，在被触角击中胳膊的瞬间，他的刀也砍在了怪物身上。怪物吃痛之下放开宁宁，小叶趁机一刀捅进怪物的嘴里。等到小叶回过神来，现场只剩下了宁宁的无头尸体。小叶痛苦的哭嚎出声。父亲回来已经是晚上了，他什么都没说，而是让小叶赶紧去休息。小叶很快就晕倒在了父亲的怀里。一觉醒来又是第二天，腿上的擦伤告诉他，昨天经历的一切都不是梦。文人先生端来咖啡慰问，或许是因为他发烧，小叶完全无法思考，只好按照文人先生的意思继续躺下休息。明明有很多事要想，但是他的头脑却昏沉的无法思考。恍惚之间，他似乎来到了一间挂满血瓶的房间，但是一睁眼，他仍旧在自己的床上。因为生病请了1天假，第二天小叶坚持要去上课，父亲没有阻拦，只是让他把刀随身携带。因为宁宁的死，小叶完全没有进入教室的勇气。而就在他在门口犹豫之时，时珍走了过来。因为小叶昨天请假，让他有些担心。艺术推开门，提醒两人要迟到了。两个男生之间的气氛有些微妙。见小叶来上课，有话这才松了口气。宁宁失踪了，姐妹花诺诺也没来上学。如果小叶再出什么事儿，就太让人难受了。最近像这样的失踪案已经发生了好几起。回想起死在面前的宁宁，小叶的头又开始疼了起来。叶树急忙跑过来关心，班主任也让他回家休息。正好警察也要求学校暂时停课。走在空无一人的街上，小叶再一次说服自己要保护好大家。突然一道声音传来，小叶一看四下无人，而那只小狗再一次出现在了他的面前。狗开口说话了，小叶自嘲地想，狗怎么可能会说话？结果狗张口就是一句，你怎么知道不可能？小叶还没从狗居然会说话的震惊里走出来，一扭头，好家伙，宁宁复活了。不过小叶很快就发现，面前的人不是宁宁，而是她的姐妹诺诺。两人除了发型的方向不一样，其他全部一模一样。但是诺诺这次刻意将头发梳成了宁宁的样子，只有诺诺知道宁宁失踪之前是去找了小叶道歉。诺诺拽着小叶不停地质问宁宁现在在哪儿，而他脚下的影子突然开始狰狞地扭曲起来，并以极快的速度膨胀成了一团黑影，死死勒住了小叶的脖子。小叶挣扎着一把推开诺诺，两人的争执很快引来了路人的围观。而诺诺的影子在见到人之后，居然发起了无差别的攻击，如同一只不知逃走的怪物，将路过的所有人都咬碎吞进了影子里，随后化成人形朝着小叶逼近。小叶拔出刀，瞳孔变成红色，而就在他即将挥刀之际，诺诺突然出现，挡在了影子面前。小叶猝不及防被扇飞，诺诺整个人都被吞进了黑影之中。小叶继续爬起来想将诺诺捞出来，但黑影从身后死死勒住了他的脖子，随后也将他拉入了影子中。小叶拔刀砍断了束缚在诺诺身上的蛛网，黑影瞬间扭曲着消失了。大量的血雨洒满了街道，其中还掺杂着诺诺的衣物残肢。继宁宁之后，诺诺也被他亲手杀害了。
没能救下姐妹花，小叶自责不已。他明明已经约定好了要保护大家的。突然小叶愣住了，这个约定他到底是和谁订立的？小叶的头再次疼了起来，他靠在父亲怀里痛哭出声。恍惚之间，他又来到了那间挂满血瓶的房间，长桌的对面还有另一个人的身影。小叶惊醒的时候正是半夜，他披衣出门，再次遇到了那只会说话的小狗，或者说应该是谷物。小叶很惊讶，但他并没有狩猎的打算，因为他从小狗身上感受不到恶意。小狗说，恶意不是一直放在外面的，也能被高明的隐藏起来。谷物如此，人也是如此。小叶觉得小狗并非谷物，对方身上的强大力量和谷物并不一样。小狗找他是为了实现愿望，他之前是一家可以实现各种愿望店的老板，因为有人许下了和小叶有关的愿望，所以他才会来到这里。小叶很疑惑，他从未离开过这个小镇，到底是谁许下什么样的愿望呢？小狗表示不能说，又问小叶，他真的确定自己从未离开过这个地方吗？小叶又想起了关于约定的事，到底是和谁的约定，他完全想不起来。实现愿望是需要代价的，而且代价必须和愿望相等，所以可以做的事很有限。小狗会以这样的形态出现，便是限制之一。他约好了会实现这个愿望，在此之前，他都会在小叶身边。谷物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出现，小叶心神不定，于是父亲让他将御神刀随身携带，照例来到咖啡店吃早餐。温柔的文先生和美味的食物让小叶的心情好了不少。来到教室，却发现教室空无一人。班主任走过来告诉小叶，今天依旧停课，因为小叶走得早，所以没收到通知，而且又提起了怪物吃人的事。宁宁诺诺和那些失踪的人，说不定都被吃了。班主任让小叶赶紧回家，回去的路上正好遇到警察，让他赶紧回家，要是发生什么事就不好了。但是话还没说完，一把刀就从身后将警察捅了个对穿。武士手持4把大刀朝着小叶挥砍而来，所到之处地面开裂，桥面塌陷，小叶很快落了下风。武士开口嘲讽小叶竟然变得如此弱小，如果被这种人打败，简直就是耻辱。小叶以为武士说的是自己同为巫女的母亲，他确实没有父亲强大，但是他也一定会将谷物全部消灭。短暂的僵持后，武士将刀插入地面，突然哈哈大笑起来。他不仅认识小叶，还认识小叶的父亲潍坊，并大肆嘲讽潍坊的愚蠢。凭小叶就想打倒他，简直是痴人说梦。武士的背后再次长出了4只手臂，6把大刀朝着小叶挥砍而来。小叶生气地反驳着武士的话，他父亲明明是世界上最好的父亲，但武士就像是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一样。小叶认为这是谷物用来迷惑他的话，武士却说不断用胡言乱语违反约定的明明是人类。砍刀在小叶背后砍出数道伤痕，小叶无力地跪倒在地，却听武士说在杀了他之后要去杀他的父亲，瞳孔瞬间变成红色。小叶割开长刀，坚定地拦在了武士面前，他不会让任何人去伤害他的父亲。两人同时走向对方，在武士双刀架上他脖子的同时，小叶一刀贯穿了武士的喉咙。武士让他最好去问问潍坊真相，小叶没有回答，而是从上至下将武士劈成了2半。他脱力跪倒在一片血泊之后，而就在他俯下身似乎要喝血之时，时针突然出现在了他的背后。面对一地鲜血和尸体，时针却没有丝毫的害怕，而是走上前紧紧抱住了小叶，将他带到了河边清洗身上的血迹，随后才问起关于怪物和小叶带刀的事情。小叶不说，他不愿意将时针卷入到危险之中，但是时针更不能看着小叶一直深陷危险，他也希望能帮上小叶的忙。于是小叶将事情全部告知了时针，姐妹花的死以及谷物的存在。小叶非常自责，总觉得是因为自己没能保护好大家。看到小叶头疼还要强撑着没事的样子，时针一把将小叶搂进怀里安慰，但小叶在情感方面实在迟钝，居然愣是不知道时针为什么要抱他。时针很无奈，但毕竟是亲眼所见，他相信小叶所说的怪物。小叶纠正他，谷物而不是怪物。时针送小叶回家，他希望小叶之后发生了什么事可以告诉他，他想要多了解小叶一点。小叶回到家后，发现父亲倒在地上昏迷不醒，顿时吓得不知所措。还好扶起来之后，父亲并没有什么大碍，他身上的血迹还不小心沾到了父亲的脸上，小叶这才放下心来。如果父亲出事的话，他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泡澡的时候，小叶还在惦记着父亲，父亲脸色不好，看上去非常难过。小叶还是觉得父亲身体不舒服，只是在他面前强撑着。正想着，小狗突然从浴室的窗口跳了进来，一人一狗默默对视。小叶倒没觉得被看光了害羞，小狗跳进来问小叶伤势怎么样了。他的体质明显不同于常人，伤势愈合得非常快，但小叶觉得没有丝毫不妥。见小叶还是想不起和谁订立的约定，小狗又换了一种问法：如果违反约定会怎么样？小叶的头又开始剧烈的疼痛起来。依旧在那间挂满血瓶的房间，他被锁在椅子上，对面的人似乎在进行某种实验。小叶倒在浴缸里，神志恍惚。门外的父亲听到声音走进来询问，小叶一回神，小狗已经不见了。
之后的3天，谷物都没有动静。学校通知今天复课。得知小叶还要去上课后，父亲的表情变得有些悲伤。他问小叶，只身一人和谷物战斗是否觉得辛苦？小叶笑着安慰父亲，自己没事，他一定会打倒谷物安全回来，就像自己的母亲一样。一提到母亲，父亲的表情变得更加奇怪，但他还是什么都没说，而是让小叶一定要消灭谷物。接过御神刀前往学校，班里的同学都在因为最近发生的事非常不安，根本无心上课。就在这时，操场上突然出现了一只奇怪的生物，同学们都聚集在窗边围观，不知道对方是个什么东西。怪物睁开眼，瞬间锁定了小叶所在的楼层，紧接着以极快的速度朝着教学楼撞来。怪物闯进教室里，开始大肆屠杀之人，同学们吓得仓皇逃窜，但怪物很快封死了所有出口，明显不让一个人逃走。小叶拔出御神刀冲向怪物，他绝不会再让任何一个人在他面前死掉。小叶拖住怪物，让艺术马上带着同学们逃出去。然而怪物非常狡猾，小叶根本来不及阻止，班里的同学依旧被他吃掉了1多半，到最后只剩下5人逃往天台。小叶忍着剧痛的头在走廊和怪物缠斗，他的头越来越疼，很快连拿刀的力气都没有了。原本去袭击学生的怪物不知为何突然返回，将小叶钉在了地上，问他为何如此愤怒。朋友被杀害，怎么可能不生气？怪物笑了，随后张开血盆大口朝着小叶咬下。关键时刻，班长手持灭火器救下了小叶，但自己却成为了怪物的目标。最终，怪物破开天台的门，杀死了其他4名学生。亲眼看着优花死在面前，小叶彻底愤怒了，瞳孔再次变成红色。怪物咧开大嘴，高高跃起后，朝着小叶重重砸下，但是一瞬间，小叶凭空消失了。怪物抬头一看，只见小叶也跟着从空中跃下，瞬间切碎了他的一条腿。怪物咆哮着吐出长舌，却被小叶一分为2，并顺便暴起砍碎了他的几乎所有腿。怪物挣扎着想要逃跑，小叶跳起一刀正中怪物脑门，怪物惨叫着剧烈挣扎摔下天台。小叶将怪物彻底大卸8块才肯罢休，随后跪倒在血泊中痛哭。他明明约好了要保护大家的，却没能做到。在这场袭击中唯一幸存的艺术突然很严肃地问小叶是什么人，小叶眼神空洞，如机械一样重复着自己的身世。然而艺术并不是这个意思，他只好先将小叶带离现场。2个人在校门口遇到了班主任，没想到班主任开口就问：“这些都是你杀的吗？”小叶再次晕了过去。醒来之后已经到了家，小叶再次深夜出门散心，他到最后谁都没能保护住。小狗将身体贴近了小叶，小叶再也忍不住地抱着小狗失声痛哭。等到小叶情绪平复后，小狗问他哪里痛苦，是负责思考的头脑，还是负责感受的身体，亦或者是心？今天发生了重大的变化，已经离结束不远了。小狗又问：“是和谁做的约定？还有你是谁？”小叶的眼睛一瞬间变成了比之前还耀眼的红色，越来越多的记忆被翻了出来。小狗离开之前，让他好好想想这2个问题，以及那种一想事情大脑就会堵塞的感觉。时珍此时来找他，他听说了学校发生的事，见小叶安然无恙，才松了一口气。小叶又想起了大家都被杀害的经历。等一下，大家？小叶愣住了。学校复课的消息应该是所有人都通知到了才对，但是他在和怪物的战斗中却没有发现除了本班学生以外的任何人，就连老师都只有班主任一人，这到底是为什么？时珍又为什么要来找他？时珍一把将小叶搂进怀里，因为我喜欢你啊。面对时珍的表白，小叶表现得非常冷静，反问时珍喜欢他的什么方面，他们相处时间又有多久？时珍明显的犹豫了起来，不过还没等他回答，小叶的父亲韦芳就带着刀走了过来，时珍只好离开。小叶又对着父亲复述了一遍自己的身世，他清楚的知道自己是谁，但是为什么他完全不知道母亲的名字？这个女人没有身体，一截脊柱支撑着脑袋悬浮在半空中，满头长发，毛骨悚然。小叶还在因为记不起母亲的名字和外貌痛苦不堪。女人突然转着头发冲进了神社，父亲急忙把刀扔给小叶，但关键时刻小叶却看着刀愣住了。女人一把将小叶掀翻在地，锋利的头发割伤了他的脸颊。小叶这才回过神，拔刀砍向女人。然而即便被砍中了，斩断的头发还是会重新回归本体。女人将头发旋转成陀螺，对着小叶拽起了文言文，大致意思就是你这个弱鸡还要压制自己的欲望，没有自由，吃的也不好，还没有履行自己的约定，连自己是谁都忘了，真可怜。小叶也不听他的鬼话，两人继续缠斗的。而就在这时，原本离开的时针却突然折返，不出所料的被女人整个吞进了头发里。小叶瞳孔变红，持刀急速冲向女人，然而一切都太迟了，时针已经吃的只剩下了衣服碎片。小叶瞬间开启了暴怒模式。女人问他为何如此愤怒，明明他也有吃东西的需求，而且吃的还是比这更可
可怕的东西。小叶一个恍惚，再次来到了那间房间，他的身后插满了抽血的管子。他似乎和某人定了一个约定，如果他能守约到最后，对方就会给予他奖励，但相反，如果他不能守约，对方就会从他身上拿走什么。小叶再睁开眼时，眼睛变成了更加鲜红的颜色，他以不可思议的速度一刀挥下，女人的头瞬间被斩成2半。小叶面无表情，浑身浴血，直到父亲上前才反应过来。小叶想起了武士死前和他说的话，他到底是谁？小叶捂着脑袋晕倒在了父亲的怀里。再醒来时已经是第2天了，文人先生又给他端来了咖啡和甜品。喝完咖啡之后，他的状况缓解了不少。之后文人找到了潍坊，向对方说明了小叶的情况。吃过早饭之后，他们也要做准备了。打扫完神社之后，小叶没见到父亲，于是到了咖啡店。他注意到文人先生的胳膊受了伤。此时班主任走了进来，提起了关于神社中的藏书。他从前就对古代传奇和神话感兴趣，也正是因此来到的这个地方。他拜托小叶带他去神社看看藏书。小叶还在犹豫，没有征得父亲的同意，但在班主任的恳求之下，还是答应了下来。班主任翻出父亲之前看的书，问小叶怎么看。那上面记载的传说和他之前讲到的非常相似。想到鼓舞的事，小叶发起了呆。回过神来，就听班主任问他，这个愚蠢的游戏打算持续到什么时候？班主任把书递给小叶，让他仔细看。小叶这才发现，记载着古代神话的藏书纸张居然全是新的。再看看书架上的其他书，也全都是这样，而且翻开之后，里面更是一个字都没有。仓库外面突然传来了说话声，小叶回头一看，只见原本死亡的姐妹花完好无损地出现在了他的面前。小叶人都傻了，面前的3人却告诉他，他所经历的一切全都是一场虚假的闹剧。这场闹剧从今年夏天开始的。班主任让他好好想想，他记不记得冬天的校服什么样？小学和初中呢？1年级的同学什么样？他母亲的名字记得吗？有和家人的合照吗？有和最重视的父亲的回忆吗？什么都没有，对吧？因为这一切全都是假的，就连更衣小叶这个姓氏都是假的。他的记忆被完全替换了。小叶无力地跪倒在地，脑海中一片茫然。而就在此时，昨晚被死在他面前的时针走了出来。时针一改往日的温柔，不耐烦地骂小叶是怪物。这时小叶才知道，原来他的身边全都是演员，姐妹花、时针、幽花、艺术和班主任是主演，而镇上的所有人都是配角。因为是重要人物，他们得到了符咒，保护自己不被怪物袭击，但是其他人死了就是真的死了。时针成功之后的报酬是钱，姐妹花是删掉他们的犯罪记录，时针在昨晚被袭击之时取走了怪物的一管血，强迫小叶喝了下去。小叶浑身痉挛，眼睛彻底变成了鲜红色。他终于想起了一切，原来他和被他杀死的东西一样，都是怪物，只不过他是人形的怪物，多年来一直被政府当作人形武器，直到他被一个人捕获，一喝血就变红的眼睛引起了姐妹花不好的回忆。他们假装被袭击后躲起来，看到小叶在打倒古物后就开始吸血。班主任原本是研究百人艺术的学者，那些歌里隐藏着各种神话和谜团，他就是在其中发现了小叶的故事，于是立刻转移方向进行调查。虽然到现在还满是谜团，但是他可以确定，小叶和那些怪物是完全不同的高等存在。实验的主导者定下了游戏规则，小叶被移植了虚假的记忆，一旦想起就尽力阻挠，看小叶是会保持更衣小叶，还是变回原来的小叶。但是班主任不想再继续这场游戏了，于是又劝了姐妹花和时针。仓库里的监视器被他提前关闭，他参加这场游戏的目的是为了猪食兔，也就是怪物允许吃人的许可证。小叶有好几次都差点因为刺激变回原来的样子，但主导者又屡次用药和暗示将小叶变了回去。再这样下去，这场游戏将没完没了。这也是班主任铤而走险暴露一切的原因。班主任将剩下的血灌进小叶嘴里，他需要小叶来告诉他猪食兔所在。小叶回想起了更多，那间挂满血瓶的房间里挂的都是他的血，绑架他的男人说要给他提供耳饲。小叶瘫坐在地上迟迟没有动静，这不禁让班主任心急起来。按理说喝了这么多血，小叶的记忆应该恢复了才对。而就在这时，仓库突然塌陷，一只长着人手的巨大怪物从地上爬出，几人吓得疯狂逃窜，却在门口遇上了幽花和艺术。两人早就发现这几人的不对，游戏还在继续当中，伤害主角是命令禁止的事项，他们到底都在干什么？姐妹花马上把锅推给班主任，他们已经受够再演下去了，又质问老师，不是他们的行动保证不会被发现吗？殊不知整座小镇都是为了这个计划而做出来的，处在其中的人根本不可能从监视中逃脱。班主任笑了，他从一开始就不在乎什么暴露不暴露。
而就在此时，文人先生出现在了现场，想必大家都猜到了，他就是这一切的幕后黑手。文人的出现让背叛组吓得不轻，奇怪的是，就连怪物都乖乖待在了原地。姐妹花嬉笑着向文人求情，毕竟年轻都会犯错嘛。时珍向文人索要自己的演出费，提起班主任，他已经没有时间了，因为执着于朱石兔的研究，让他在学界无法立足。老派的学者不认同他，新的学者又会很快顶上。明明眼前就有活生生的例子，他却不能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公开。看着眼前的文人，小叶的全部记忆终于回笼。小叶的食物是他的同类，这个国家自古就有吃人的怪物。在国家机密文章中记载着一种名为朱石兔的契约，国家以可以食用一定量的人类为条件，禁止不能对其他人出手。如今这个契约就在文人的手中。人类害怕怪物的力量，想把那种力量为己所用，于是他使用了朱石兔和怪物进行了交易，并顺利捉住了与怪物血液为食的小叶。他又为小叶准备了食物和猎场。这座僻静的小镇全是他一手打造的舞台，里面的所有人都是演员，到处都是监控。他保留住小叶强大的力量，改变他的经历环境甚至记忆，想看看小叶是否还能和从前一样，本质是否会发生改变。小叶觉得自己绝对不会改变，于是两人打了赌。姐妹花赶紧打圆场说，你看这不是挺圆满的大结局吗？那之后就没他们什么事了。文人也表示确实如此。紧接着怪物突然行动起来，一爪子砸碎了时珍的脑袋，无法演出的演员就让他们下场好了。姐妹花惊慌失措地掏出符咒，然而在他们死过一次后得到的符咒就已经是假的了。姐妹花转身就逃，宁宁一把撞翻诺诺，诺诺被抓住砸得满地是血，宁宁被硬生生撕成2半扔进嘴里。紧接着怪物又盯上了班主任，而就在班主任被怪物卷入嘴里即将被杀之时，小叶突然奋起用钢筋扎穿了怪物的后腿。怪物一手抓住想要逃跑的班主任，转向小叶，小叶灵活地跳上怪物头顶，将朝他拍下的大手用钢筋固定在怪物背上，随后利用巧力反向折断怪物的另一只手。怪物吃痛之下将两人一起甩了出去，小叶反手捡起地上的钢筋朝怪物发起攻击，然而对方的面部无比坚硬，刀枪不入。怪物又一把抓住班主任塞进嘴里，小叶也只好跟着爬进嘴里，捅伤怪物的上颚，迫使他张嘴，紧跟着自投罗网，从食道深入体内寻求内部突破，发现心脏的位置后毫不犹豫的一棍子捅了进去。怪物嘶吼着吐出大股血，其实不管是什么武器都能对怪物造成伤害，只要能造成大量出血或者命中要害就行。钢筋穿透心脏，扎出皮肉，怪物嘶吼着吐出大股鲜血，倒在了走廊上。嘴里逃生的班主任慌不择路，推门跑进了屋子里求潍坊救他一命，却没想到潍坊一把搂住班主任，对着他的脖子一口咬下，班主任惨叫着被咬断了脖子，倒在血泊之中。此时的潍坊已经全无理智，和怪物没什么两样，或者说他本身就是怪物。他是人和谷物生下的怪物，拥有人的形体和超越人的力量，是最接近小叶的存在。小叶的血能操纵谷物，迄今为止出现的所有谷物都是由此操纵的，不管袭击的对手还是地点，都不是什么神谕，而是早就被安排好的戏。文人用他的血加暗示操控了潍坊扮演他的父亲，不过由于过量喂食，潍坊再次恢复了原状。潍坊拔刀对准小叶，毫无神智地朝他劈砍而来，小叶来不及躲闪，被踹翻在地，刀尖抵在了他的脖子上。此时的小叶还在关心其他人，这让文人有些不解。人类对小叶来说既不是同类，也不是食物，为什么还要关心他们？他抓到小叶的时候，就发现他的脑中有不能伤害人类的暗示，于是他顺势制造了虚假的记忆和约定。小叶一脚踹开潍坊，一番缠斗之后夺过长刀劈斩而下。人类的身体是根本赢不了他的。随着文人的一声令下，潍坊瞬间异变成了可怕的怪物，正是当初帮助文人制服小叶的那只。潍坊从刀架上取下另一把刀，两只人形的怪物再次站在一起。潍坊蛮力极大，小叶很快落了下风，身上被划了2道狰狞的伤口。潍坊将小叶甩到墙上，一通猛砸之后，狠狠踩在脚下。而就在他大吼着挥刀要将小叶斩于刀下之时，小叶终于抓住了脑海中的那束光，是一把刀的形状。小叶犹如神助般的跳起，仅仅2刀砍断了潍坊的双臂。潍坊在临死之际又变回了小叶的父亲，他的身份虽然是假的，但是第一次遇见和自己类似的人，他和小叶度过的那些时光都是发自内心的高兴。但正因如此，他也倍感痛苦。哭着送走了父亲最后一程，小叶拿起刀追上了文人，然而文人早有准备，一面画满符咒的禁止碎裂后，神社轰然倒塌，一只兔子形状的怪物出现在了小叶面前。小叶挥刀将其一刀砍成2半，追上文人。然而山下已经聚集了全副武装的军队，小叶被子弹击中倒在地上，一叔突然反水扑倒士兵去救小叶，却反而被打成了筛子。虽然一开始是在演戏，但是演着演着，他却真心实意地喜欢上了小叶。
伟人和幽花坐上车扬长而去，兔子怪物分裂成数只，跑到镇上开始大肆屠杀，将村民们从房间里抓出吞食虐杀，人们仓皇逃窜，整个小镇一片混乱，堪称人间地狱。文人的车一路撞翻求救的人们，驶离小镇，但凡靠近车辆和护栏的人都被无情射杀，最后成为怪物的甜点。小叶一路将怪物切成碎片，一路追赶文人，然而对方已经坐上直升机。小叶不甘地嘶吼着，借力纵身跳上半空，然而还没等他靠近飞机，文人一枪击碎了他半个脑袋。小叶从宫中跌入湖里，文人最后告诉小叶，他最喜欢吃的甜品是用石耳的血做的，据说是近似人类内脏的口感。等小叶什么时候吃了人，就能品尝到真正的味道了。直升机飞离了这座被当成试验场的小镇，遍体鳞伤的小叶被冲上岸，回想起过往流下的眼泪。小叶的湖边一坐就是好几天，终于在一个夜晚开始行动了。小狗再次出现，原来委托他实现愿望的人就是小叶本人。在被文人抓住之前，小叶许愿想保持自己，这个愿望小叶实现了，但是他现在要去实现另一个愿望。小叶扯下裙子，包扎好伤口，独自走向远处繁华的都市。